我今天就把这盒首饰还给你，过了今晚，咱们两不相欠。你干什么？赶紧把东西收起来！你说什么？你睡那边，不许越界。家里来信了，我要回城。以后的路咱们各走各的，你就当没认识过我。原来在这个家里委曲求全了3年，我堂堂现代医学泰斗，怎么可能还围着这个女人转？凭我的一身医术，自己就能去城里闯出一片天，根本不需要她的施舍。王明，你错过了唯一的机会。好，就按你说的办。到了京城就去离婚，记住，这是你欠王明的。不知好歹的泥腿子，等回了京城，咱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我的面呢？你的？家里的细粮全进了我的肚子，锅里还有点红薯粥和窝窝头，自己盛去。那我不吃了。爱吃不吃。小妹，先别说废话，车上有吃的没？你好，这泥腿子今天怎么不低头弯腰了？小妹，赶紧收拾东西上车，去京城还得4个小时。燕云提的事你别往心里去，我们柳家会给你补偿的。到了京城，我就和柳燕云把婚离了，你放心。你是不是给这男人的打击太大了？他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到了京城把离婚证一领，以后再无瓜葛。你疯了！爸现在正处在竞争那个位置的关键节骨眼，如果在乡下结婚又剖腹的事情败露，整个柳家都要跟着倒霉。再过2个星期就是恢复高考的日子了，哪怕爸能走通市单位的关系，也必须得有大学学历做敲门砖。放心吧，二哥，考上京大绝无问题。高考状元，区区77年的卷子，对我这个医学博士后来说，比喝水还简单。都怪你，当年非逼着燕云去下乡受苦。行了，我现在忌惮的是那个要跟着进城的乡下女婿。当初逼他下乡当替罪羊，现在倒演起虚伪的骨肉情深了。爸妈，这位就是燕云的丈夫。感谢你这4年对燕云的照顾。走，咱们设宴接风，顺带安排你在京城医院的住宿。不过，只有顺利通过医院的考核，才能正式给你办。吃饭就免了，我直接去医院熟悉环境，准备考核。刘燕云，抽空赶紧把婚离了，我不想再拖下去。柳叔，我累了，现在就走。离婚到底谈得怎么样了？他态度不冷不热的。好了好了，咱们进屋，妈给你做些好吃的补偿你。你在这等着，等下会有人事部主任来接待你。是小王吧？我是医院人事部的马主任，柳首长已经交代过了，明天直接去急诊科实习，不过要通过1个月的考核期。首长特意交代，必须严格按照正规考核标准来办。那就急诊科，没问题就好，只要转正，每个月发放37块2毛钱。走，现在带你去宿舍。只能委屈你暂住这里了。没关系，不漏风不漏雨就行，我不挑。倒计时只剩9天，今天7月13号，考上大学生才是真正的翻盘捷径。大家停一下，这位是新来的急诊科医生王明，这位是沪上大学毕业的刘主任，也是咱们科室绝对的骨干。出大事了！市政府的专车被渣土车给撞了，3个人重伤，全都动脉大出血，生命体征快没了。我也去帮忙！就凭你，对面躺着的可是市政府的人，不是给你过家家练手的小朋友。现在伤的是3个人，急诊科根本忙不过来，多我一个难道真是累赘吗？准备手
这个病人交给我。不好了，第3位病人大动脉破裂，突发心脏周期。刘主任，这人是市委书记的独生子张兰。我的儿啊！张书记，抢救时千万不能乱闯，立刻进行心肺复苏，简直是胡闹！大动脉还在疯狂飙血，现在按压心脏，你是想让病人的血流干吗？马上做心肺复苏，没时间了，再拖下去，大罗神仙也救不活。好，那就交给你来试，出了人命，后果自负。接替按压，马上准备电凝止血。你疯了吗？谁教你用电凝止血的？人命关天，你非要在这跟我浪费时间吗？生命体征稳住了。陈夫人，您放宽心，咱们院最顶级的海归专家刘主任正在主刀，绝对万无一失。辛苦各位。刘主任，太感谢您救了我儿子的命。主刀的不是我，是王明同志。说来惭愧，这场手术我根本没有插手的资格，全是王明同志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你们医院什么时候藏着这种顶级人才？快让我见见这位王明同志，我要亲自当面重谢。王医生说他累了，已经回宿舍休息去了。今天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都有功，我请大家下馆子。不行，拿工资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这顿饭我们绝不能吃。哎呦，张书记，咱们去。原主把血汗钱全砸在柳艳云身上，现在连顿饭都吃不起。王明同志，在这儿碰到真巧啊！上午是我有眼无珠，实在对不住。看到您那起死回生的手术操作，往后必须请您多多指教。我身上饭票不够，你能不能先请客？谁能想到咱们神医同志还是头一回来城里啊？你这手上怎么全是老茧？在乡下干粗活留下的。这绝对不行！时代发展日新月异，以后绝对会用到更加精密的仪器。这双手可是医生安身立命的本钱。这人眼光倒不差，看来得弄点雪花膏好好保养了。你好，王明同志，我是跟你同科室的陈小亚。你好。王明同志，张书记听说您救下贵公子，发疯一般到处找您要当面道谢呢。你好，张书记。听说你之前只是个赤脚医生，像你这种不可多得的绝顶天才，能来急诊科室简直是我们的荣幸。张书记对你寄予厚望，直接免除一切考核流程，破格让你当场入职。不，马院长，医生人命关天，我必须参加正规考核。靠走后门进来，只会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你糊涂啊！感谢张书记提拔，我定不负众望。哈哈哈哈哈！天才多少都带点怪脾气，急诊科未来可期呀！免去繁琐考核，倒也是件好事。距离高考只剩最后2个星期，正好能专心备考。雪花膏大甩卖！老板，这咋卖？哟，这不是王明吗？怎么进个京城医院就真把自己当凤凰了，还跑来买雪花膏，是想给柳艳云献殷勤吧？3年之期已到，人家马上就要跟你离婚，你这种臭舔狗就别做梦了，混个编制不容易，我看你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这雪花膏是我自己用的吧？你想当舔狗大可自己去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搁这装什么清高？你这种废物，就算3年没行过房，也是占尽了便宜。老子现在可是马上要当官的人，看见这身裸料没？你这赤脚医生干一辈子都买不起。显摆完了没？我要回去工作了。你敢打我？好你个王明，给我等着！
将近80年代的医学界，文献资料居然短缺到这种地步。既然现在国内各项领域极其缺乏顶尖人才，那我为何不直接把脑子里那些领先后世几十年的巅峰学术论文全部发表出来？这是踏向权力与地位巅峰的最强阶梯。你真的在这儿啊，王明同志？马院长怎么来了？张书记点名要你直接入职，免去一切审核期，直接转正拿正式工资。刘主任亲口承认，今天这台手术换他来都保不住命，你简直就是整个急诊科的救世主。过奖了。这等天大的好事你难道不要？我要。还有什么要求你随便提，医院对人才绝对是有求必应，要不要换个更好的住宿环境？我还真有一事相求马院长。你说。我需要一个能发表医学学术论文的核心渠道，外加全院医学书籍的借阅权限，至于住宿就不用换了。好，我这就去给你安排入职和渠道，麻烦马院长了。自己愿意跟这个泥腿子结婚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他凭什么敢给我甩脸子？爹，你回来了。王明那个泥腿子竟然直接在市医院转正入职了，你知不知道？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他现在名义上还是我们柳家女婿，这婚必须尽快离，我绝对不能让他留在城里败坏柳家名声。我已经开始托人给你物色新的相亲对象了。哪有空相亲？我还要准备高考。女人不是只有结婚离婚，我以后要自己创一番大事业。放肆！在乡下待了几年，连3纲5了都忘了是不是？你给我站住！别吵了，燕云马上就高考了，相亲的事等考完再说，也不着急嘛。那也得赶紧找好下家，不然被人知道了面子往哪搁？这事你去弄，我没那么多闲工夫。姐，王明同志，你真的在这里啊？你是？我们上午才在同一台手术里见过，我是跟你同科室的陈小燕啊，就这个态度啊？没事，我要继续看书了，陈小姐。上次你在手术中进行的电凝止血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国内还从来没人敢这么干过。电凝止血是美国科学家在1926年发明，并在1940年正式确立的双极电凝止血技术，这是外科手术中非常重要且极度常见的基础操作。好了，我明白了。目前我们医院有过这样的案例吗？你敢说没有？绝对没有，你绝对是头一个。太好了，谢谢你，程小姐。我姓陈。我得赶紧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王明同志早啊，马院长呢？你手里攥着的是什么？这是我关于电凝止血的想法，准备汇报给马院长。这全都是你一个人写的？除了我还能有谁？昨天程小姐提醒我，医院还没人用过这门技术，我打算直接把它全面引入。程小姐是谁？就是那个陈小燕啦。这份学术报告我能抄写下来一份吗？讨论什么呢？这么热闹。工作态度不错，刚好我找你有事儿，跟我走一趟。找人去抄写吧，刘主任，公费复印给大家共享。人不可貌相，这位赤脚医生肚子里的墨水，怕是比在座各位都要多。一个赤脚医生能有多少真本事？你昨天托我办的论文发表渠道，我已经加急去跑了。这是我对电凝止血的核心技术拆解，可以直接当做全院新的止血方案。这绝对是我院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大家人呢？刘主任，快来人啊！附近商业大楼施工现场塌了！所有人进手术室，抢救病人！刘主任，病人情况危急。那套手法只看报告，根本学不会。王明人呢？快把他喊过来！既然原理都看明白了，只要自己能完成，那天才的名头岂不手到擒来？王明同志，
你那套电凝止血法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关键要控制电流，下刀力度必须精准，毕竟是在血管缝隙里游走。真是一个十足的蠢货，这天大的功劳我就收下了。王明说他有急事在忙，现在已经擅自离开医院。刘主任，这手术我来，我保证一定能成功。王明，全院都在抢救，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我原本以为你是个少见的好医生，没想到全是装出来的伪君子！你干什么？别碰我！大家不是去开会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附近工地塌发，送来10几个重伤员，大家都在跟死神抢命，你居然在这儿装糊涂！陈笑那小子竟然在骗我！陈笑，你到底在干什么？病人快没命了！对不起，刘主任，我根本不会电凝止血，我以为我看了王明操作，自己就能学会。刘主任，我来了。擅自离岗的事回头再算，快来看看怎么处理。手术成功，辛苦各位。王明同志，你等等，跟我来一趟办公室。我知道你立了大功，但绝不容许你恃才傲物、擅自离手。这记忆怎么回事？来人，把陈笑给我叫过来！主任，陈医生说他太累，跑去休息了。给我翻遍医院找出来！是傅，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立刻停职1个月，交6000字的深刻检讨。王明同志，对不住，这2天我……没事。王明同志，白天是我不知情，对不起。你连人家王明一半的胸怀都没有。这个手法大有可为。他被停职1个月，等我再回来，这笔账一定跟你算清楚。怎么还是这副笨嘴笨舌的模样？程小姐，有什么事儿？我姓陈，尔东陈。白天是我不分青红皂白，这包老字号桃酥就当给你赔罪，想要什么帮忙尽管提。你认识陈笑同志吗？带我去找他。你搞什么鬼？到底谁给谁带路？你以前在乡下一直是赤脚医生吗？算是吧，有时候应该也会干些农活。你怎么这么憨，连自己干过什么都要加个应该？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熟悉？你来干什么？跑到我家来看我笑话吗？并不是，有些技术细节我想向您请教。搞了半天你要请教我啊，我就知道你骨子里不过就个医学界纯新手罢了。陈笑，今天来请教的明明是王明，你搞清楚重点。双极电刀切割止血，只要控制好温度就行。我知道了，谢谢陈笑同志。哎，你等等我！你什么意思？多谢指教。抱歉，我只是突然想通了一个医学原理。那个，我突然想起还有事儿，先走了。距离恢复后的第1场高考仅剩最后1周，拿下燕京大学问题不大。柳燕云怎么还不来办离婚？总归是个麻烦。王明，你怎么在这里？这人是谁？怎么像只狂吠的吉娃娃？你还跑来报考高考？你肚子里有几滴墨水自己不清楚吗？你个孙子撞我一下真疼，赶紧道歉！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肘我？柳小姐，是我啊，
我是思云。结婚3年有名无实，你哪有资格留在柳小姐身边？你来做什么？一个倒贴的乡野村夫，还敢装蒜？你别跟我装不认识，我家现在是特殊时期，绝不可能放任你在外面随意活动。什么时候我做事需要经过你们柳家同意了？我又不是围着你转的。柳燕云，你装什么装？你跟燕云已经半点关系都没了，别再做梦了。跟我没关系，难道跟你有关系？你看他刚才理你吗？你说什么？肌肉记忆。四少爷，你要跟我过2招看看？你到底是谁？既然接管了这具躯体，失去的尊严我要统统拿回来。四少爷，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王明啊！完全错误的形象，连物料掉了一只都没发觉。不，你不是王明，你绝对不是。之前是赤脚医生。把这个拿回去填了，等着进一步审核。哎，你证件不要了？穿的人模狗样的，连这都忘，这智商还想考大学？你站住，王明！你这么死皮赖脸缠着我，到底想干什么？谁缠着你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办离婚吗？那就走吧。等等，今天办不了。既然办不了，就别废话，我没空陪你耗着。跟我玩欲擒故纵，怕是你连这个词都不会写。陈小姐，进别人房间前，你是不知道敲门这个礼仪吗？你在干什么呀？行了，你根本就没遮住眼睛。陈小姐，既然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你为什么天天往我的宿舍跑？你这是在讨厌我吗？谈不上讨厌，那就是不讨厌啦。我听说你去报名高考，你真要去考大学吗？你怎么知道？我也去报名，刚好撞见你。哎！你不是也报考？那你以后还留在这里吗？我肯定留在这里啊。陈小燕同志，你怎么在这儿？马院长让我把资料交给王明同志，你有意见吗？这丫头对别人倒是一副正常人的作态。王明同志，没打扰你们吧？王明同志，科室开会，赶紧走吧。陈校的恶劣行径必须严惩，科室纪律必须重申。我要重点表扬王明同志无私分享双极电脑技术的行为。慌慌张张的，见鬼了吧！我要当官。行，我让你二姐去安排。王明，你这个废物怎么敢骑到我头上？蝼蚁就该有蝼蚁的死法。谁愿意主动调走？我可以帮他联系。大概缺什么科室？现在还不知道。你要走，能进这科室多不容易。王明同志，心脏科和血液科都可以调，骨科还有位置吗？骨科？你该不会真以为靠个电凝止血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吧？我完全没那个意思。过去帮帮忙也好，我支持你。你真要离开急诊科吗？人家王明可是要去骨科看大世界的。不用，自己留着吧。
你就是从急诊科转来的王明同志吧？早听说过你的事迹。谢谢。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都不跟我们打声招呼的吗？太不懂规矩了吧！三位前辈好，我是王明，之前是乡下的赤脚医生，托关系来这儿任职的。我是主任白征，林国军，擅长骨折。正辈，精通骨内部处理，擅长骨折来。你们口中的精通，可能只是医学发展的冰山一角。你放着简单的内科不去，怎么偏偏想来骨科呀？热爱。骨科太死板，付出大却鲜为人知。规矩点正好，我这个人就挺守规矩的。行了，培训马上开始，王明同志要一起吗？院里要求咱们继续深造，应对2个月后的招人浪潮，免得被新来的后辈问住。走吧，我也想看看院里的深造到底是什么水平。好，走。那个国外回来的老前辈讲的虽好，可脾气那是出了名的暴。讲师叫什么名字？张远瞻，张老前辈。是从漂亮国顶尖学院学成归来的张远张院士吗？1978年，他才刚满30岁。在这个年代，我不再是孤身一人了。赶紧走吧，一会儿张先生又要发火了。怎么这么晚才来？快坐。这还是记忆里那个佝偻着背、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吗？这是新来的王明，刚救过张书记儿子。能在这里遇到你，真是太好了。今天会有领导视察，打起精神来。站起来，解释一下胸骨的位置、形态和特点。位于胸胯前正中，形态是长方形的扁骨，自上而下分为胸骨柄、胸骨体、剑体。其一，胸骨柄上宽下窄，上沿凹陷称井手红节点。张先生还是这么喜欢胸腔骨位啊，深藏不露啊！快坐吧。这天才难道是个怪胎？怎么说话一副跟我认识半辈子的口气？柳建国，堂堂司法部部长，竟然亲自来视察。柳家姑爷撞上柳部长，这局面简直棘手到了极点。下面我们来讨论这种特殊骨裂在临床上的误诊率。这么说是不对的吧，张老师？柳部长这表情，竟然像是在害怕。单纯归类为脊髓炎太不负责任了。脊髓前动脉闭塞综合征，痛温觉缺失，深感觉保留。习惯了前世跟着小老头斗嘴，顺口就呛了一句。讲得不错，这点是我没考虑到。培训结束单独留下一趟。马院长能收进这样的人才，真是幸运啊！还得是王明自己争气。这什么神人，真敢跟张先生来硬的？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赤脚医生该有的知识储备。可你刚开始说还是这么喜欢胸腔骨位，到底什么意思？这根本是2005年相遇时才会有的梗。您很像我一个爱考我胸腔知识的朋友，我顺嘴了。不管你是真顺嘴还是假顺嘴，这东西你拿去，明天给我交一份改进报告。你太有潜力了，从哪儿调来的？乡下来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刚从急诊转到骨科，来我的研究所吧，我们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医院缺人，我想留下分担压力。你看啊，这个胸廓还有这个胸骨，所以这个胸廓的弹性回缩力是吸气的动力，而不是阻力。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还有这个胸骨，它的位置。跟你聊这一次，真是解开我太多困惑了。你放心啊。那不是王明吗？他旁边的人是谁啊？其实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从来不考学生关于胸腔骨位的知识，那是我的私人盲区。直到今天遇到你，竟然在这里翻了船，你还是那个老狐狸。这和前世的记忆不一样。张老师都跟你说啥了？没啥，探讨胸骨而已。你竟然觉得张老师喜欢研究胸腔？那可是他这辈子最痛恨的东西。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张老师的妻子朱兰就是死于胸骨坏死。死于胸骨坏死？这不可能！哼，张老师立誓终身不娶，他死磕胸骨学，就是为了让后人不再遭受这种绝症。对不起，老师。原来上一世自己对这位老友的了解并不完整。医生，救救我！
是传染性肺炎，只是发高烧。他的腿是怎么回事？燕京吉祥产业的大少爷，前阵子他的双腿突然麻木瘫痪，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现在家里正为了争夺家产头破血流，说是送来住院，其实就是被家族当成废人扔在这里等死。把他的病历拿过。你不是急诊车的吗？我对骨科略懂一二，这位石大少爷的双腿绝对有蹊跷。这是根本治不好却又死不了的绝症。别伤心，第一天就这么不守规矩。我要申请由我亲自出马，给石蔚然再做一次全身检查。相信我，杨主任，这双腿还有救。啊，他那个病你愿意接？行，我同。谢谢杨医生。他们多好，能飞能走。我要给你做一次彻头彻尾的全身大检查，最好查出绝症。胡说什么？绝不准说这种丧气话。先把饭吃完，我待会儿再来。其实我们只查一项，脊髓。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你这2年彻头彻尾被误诊了。老天爷耍我还不够，你一个医生也要拿我开这种地狱级玩笑吗？你就安安稳稳等着被打脸吧。这小子靠着岳父的背景和之前的急救表现，前途无量，现在偏偏要在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废人身上死磕。我不怕麻烦，我只要治好他。准备一下，我们要开始了。从今天起，你的治疗我全权接管。真是想上位想疯了。哼！明天我就要上考场了，我会让许小姐照顾你。你凭什么天天管东管西？治好病人的伤痛，就是老子身为医生至死不渝的原则。只要高考一结束，就能立刻上猛药了。你务必帮我死死盯住石先生，也得让他乖乖配合治疗。明天就要高考了，你还有心思管石蔚然的事儿？区一个高考而已，根本不值一提。哎呀，忘了叫你吃饭了，人家不乐意吃，咱们就别操心了。陈医生，陈医生，我给你带了排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听说你为了复习连饭都没吃，特意给你带了一份午餐，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对不起。多谢陈小燕同志，饭钱我绝对一分不少补给你。你多吃点，明天一定要好好考。人家专门送饭，你居然敢摆臭脸！我又没求他送，我们受得了。这也太好吃了吧！他这手艺真的是那个连针头都拿不稳的小护士。我的天，你还真顶着全科室的目光把饭送进人家手里了，你可别犯傻了。他王明就是个穷医生，家里负担又重，你跟他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下场？我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拿到手，毕竟我是谁啊？护士有什么好当的？要么上学，要么去我安排的高位。我就是要当护士。哎呀，你这简直就是倒贴，简直太草率了。打个赌，看他什么时候爱上我。听说那个许念是不顾家里反对，死活非要跟着石先生来这里的。石先生都被家里赶出来了，就算名义上还是石家人，谁还认啊？他白白照一辈子，也捞不到石家大儿媳的名衔。石先生因为下肢瘫痪，自尊心受挫，这阵子寻死好几次了，全靠那个许念死拦。就他那个绝症，估计也活不长久。同志，你用完了吗？我的天，这不是石先生的主治医生王明吗？快跑！寻死吗？我打的饭好吃吗？好吃。那就行。王明同志，明天高考你一定要加油啊！你明天不也要考吗？你也加油。昨天只顾着弄病历，竟然连考场在哪儿都没看。你想干什么？你知道燕京第一中学在哪儿吗？
就你这智商，还考什么大学？赶紧滚回乡下种地去吧！少废话，带路！只要带着这个土包子在考场附近一直绕圈子，硬生生耗过开考时间，你的大学梦必将彻底粉碎。就这儿啊！刚刚好1分不差，看来思云这人其实也不算太坏。思云同志，这是燕京小学，不是你的考场。绕出整整大半个钟头，我不仅把王明精准无误地送到正确考点，竟然还把自己绕进死胡同。费尽心机，非但没见到王明，反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小丑。恭喜你考试结束啊，王明同志！你怎么来了？这高考可还有整整3场没考完呢。哎，你跑这么快干嘛？我可是专门来堵你的。王明，没想到这大小姐竟然也跑到考场上来了。柳小姐，我说怎么突然骨头硬了？原来是早就打好算盘回医院找夏家了。你是谁啊？我是谁不重要，你们男女大白天拉拉扯扯，简直不知羞耻。我是王明的同事，我们顺路回医院接诊再正常不过，反倒是你这个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大呼小叫的，到底想干嘛？王明同志可没带什么乡下土包子进城，我才没心思搭理他，一个白白给我当了3年保姆的下人罢了。这种货色也有人抢着要，真是可笑至极。你喜欢就捡走吧。柳小姐，既然过去3年已经翻篇，那就别再提了，免得大家都不痛快。离婚手续趁早办，除了高考这几天我随时奉陪。咱们早就没关系了，以后见面连招呼都免了，免得拉低您的身价。还有，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小燕可是什么都没做错。我们走。本以为柳小姐多有气质，现在看来是在乡下待了3年，连带着把骨子里的穷酸气都腌入味儿了。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个唯唯诺诺的男人竟然像彻底换了灵魂，这绝对不对劲儿。你刚才跟他废什么话？以后离这种疯女人远点。王明同志，你生这么大气干嘛？她可是你亲老婆。自己靠着老丈人走侯门进医院这种丢人事，难道全院皆知了？放心吧，也就只有我特意去打听了底细，其他人只知道你是找了关系进来的。哼，了解我干什么？反正那个疯女人跟我再也没有半毛钱关系，碰见她纯属倒霉透顶。走，带你下馆子，今天我请客。真的假的？就当还你上次的人情罢了。你竟然真的跟那种千金大小姐过了整整3年苦日子啊！那也能叫生活，单方面给她当免费保姆罢了。不过好歹换了个铁饭碗，不算亏。那可是原主当的死舔狗，跟我这个穿越者有半毛钱关系啊！那你们这3年难道就什么都没发生过？
发生什么？要是老子伺候的稍微差一点，他那个位高权重的亲爹早就把我弄死在乡下了。王明，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谁啊？我们认识吗？我是柳燕云的亲二哥柳冰。哦，真巧啊。瞎了你的狗眼，怎么跟柳科长说话的？别这么着急，这位是？我是王明的同事陈小燕。既然遇上了，那就劳烦柳先生带句话，让你妹妹赶紧把离婚手续办了。我看她刚才急得都快咬人了。刚才那到底是谁啊？无所谓，柳燕云她二哥一个毫不相干的闲杂人等罢了。你赶紧点菜吧。柳科长，这小子简直狂得没边了，搞得像我们求他似的，就该狠狠揍他一顿。急什么？反正我们柳家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在乡下吃了3年软饭的废物，分明就是想用欲擒故纵的低劣手段来重新吸引我妹妹的注意，妄图用这种可笑的方式重新向柳家讨要一个身份。手段虽然低劣，胆子倒是不小。你慢点吃，王明同志，没人跟你抢。我知道，但是确实有点饿。怎么不吃啊，小燕儿？多吃点。感觉怎么样，石先生？我刚考完1场。哼哼，你高考还有闲心来烦我吗，王医生？有这时间不如多去翻2页书。那可不行，待我全部考完，就立刻给你安排手术。好啊，做哪里的？要不干脆别打麻药了。什么？反正我也没知觉，不打麻药更好能让我有点活着的感觉。别开玩笑了，这可是背上的脊髓手术，不打麻药绝对不可能。2楼手术室。王明，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张先生，我正要去参加高考呢。哦，年轻人志在四方，加油！不，张老师，后天考完试，我一定专程去拜访您。人呢？不是说好了吗？我让你们办的事儿呢？你们这2个废物干什么吃的？四少爷，那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我们实在堵不住啊。是啊，少爷，他每次一交卷就没影了，老大真没碰到他呀。距离成绩公布还有整整1个月，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全力死磕石为然的手术了。对不起。站住！撞了我们家小姐你还想跑？你看清楚一点好不好？明明是你们家大小姐没长眼撞我身上。你胡说什么呢？没看我们大小姐现在心情不好？关我屁事儿！
哭，一天到晚就会哭。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王明，我倒要看看你这欲擒故纵的把戏能玩到什么时候。这绝对是个手上沾血的狠角色。王明同志，你到底惹到哪路神仙了？我才来2星期，我怎么知道？我问你，你就是王明医生？是我。跟我走一趟，我老大要见你。这中二称呼，马院长，你终于来了。我是谁不重要。听说你打包票能治好石蔚然，真的假的？是我说的。哈哈哈哈！嚯，口气还不小，你哪来的底气？这还需要什么底气？石先生的病本来就是误诊，我就直说了，你治好石大哥究竟有几成把握？10成。10成，全京城最顶尖的骨科国手都束手无策，你一个区乡下来的赤脚医生，拿什么治？这家伙到底是盼着石蔚然死，还是盼着他活？反正我能治好，你要是只为了问这个，那我就不奉陪了。且慢，王医生，我就赌你这一次。只要你治好石大哥，整个石家随便你开条件。但如果你敢拿石家人开抓，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这帮人杀气腾腾的，不会是柳家人要抓你回去复婚吧？我王明行得端，坐得正，轮不到他们放肆。白主任，快来！隔壁工地出大事！钢筋直接砸下来，腿骨当场砸碎。骨折穿透血肉，骨头已经坏死。白主任，阿秋还能不能救啊？骨头已经坏了，没办法。别听他胡扯，不管怎么样，先止血保命要紧。绝对不行，现在千万不能止血，必须直接接骨。你冷静点儿，这是小何的未婚夫，不止血你想看着他死吗？王明，一旦失血休克就来不及了，千万别跟白主任对着干。王明，你简直在胡闹！别以为你靠着电凝止血瞎猫碰上死耗子得到院长赏识，这以我们作为，今天这台手术绝不能由着你乱来。闪开！不管未来医术再怎么通天，在这群正规军眼里，我永远只是个下乡的赤脚医生，一次急救根本洗不掉身上的泥巴味儿。螺旋式断骨，立刻开始接骨。手术非常成功，骨头完美结合。不仅不用截肢，
只要病人自己底子好，很快就能恢复下地。太好了，谢谢白主任。我们3个刚从鬼门关抢回1条命，剩下的值班工作该有人接手了吧？王明，刚才你没参与手术，接下来的值班就交给你了。交给我吧。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随便听人夸2句就真把自己当神医了，简直可笑。咱们3个可是整整在手术台前拼命了5个时辰，光是清理碎骨头就耗尽了心血。真搞不懂陈小星同志那么漂亮，放着全院优秀的医生不看，偏偏对这个王明死心塌地。如果先止血绝对会伤及血管，可偏偏阿秋现在各项体征没有任何问题，难道自己真的判断错了？不好好值班，你跑到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气不过我们没听你的，现在跑回来想把石膏切开啊？郑贝同志，你一个骨科医生怎么会觉得我会切开石膏？我只是来查房而已。好了，王明也是好心来看病人。小何，阿秋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脸色是在恢复，可是心率极其不稳定。这是疼痛引发的呼吸图，伤口正在剧烈发痛，跟着呼吸一松一压，心跳才会跟着异常跃动。看来这次真的必须切开石膏了。哈哈哈哈哈哈！王明，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谁告诉你疼痛就一定来自骨折的地方？找到了，后腰有一道被压迫的隐蔽伤口。哼，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看着吧，年轻人。那个后腰的伤口到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哼，装聋作哑。必须找到关于呼吸压迫的医学文献，验证那个可怕的猜想。老林，我们全都被这小子给骗了。王明说白了就是个关系户，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他肯定是提前打探好了一切，故意在张远刚老师面前装神弄鬼。他肚子里那点赤脚医生的存链，估计早就用光了。怎么可能？那可是市委书记的独生子张兰，谁敢拿他的命去赌？换作是我也敢赌。他一个倒插门的女婿，要是不拿命去搏个成绩，柳家人还能留他吗？要是没赌赢，他这辈子连翻身的可能都没有。不久前，院长亲自让我帮这小子申请顶级的论文发表渠道。我本以为他是个能为国争光的神医，没想到今天这场风波就像一面照妖镜，加上郑贝的诛心之疑，我对王明彻底失望透顶。小白，好巧啊！张老，小白，王明在不在？张老师，您觉得王明这个人肚子里到底有多少真才实学？人与人是不同的，至于王明的本事，还是需要再多给他一点时间。找到了，呼吸绝对会受到断骨压迫的影响。我之前的判断没有错，阿秋之所以会出现那种诡异的心率图，绝对是因为石膏下的断骨还在剧烈作痛。彻底印证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必须立刻拆开阿秋腿上那沉重的石膏。你拆开要是没用怎么办？你一个泥腿子拿什么负责？白主任，我申请切开石膏。什么？您看这波段，断骨还在压迫，必须切开。多给他一点时间。这是小何的未婚夫，如果你失败了该怎么办？用我这条命来抵账！这年头无菌石膏昂贵无比，切开没用，谁来担责？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
正妹，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嘘，他这是在乱来呀，白主任，您就这么纵容他吗？王明同志说了，一切后果他自己承担。这小子就是个惹祸精，迟早要出大事儿。那就先看看吧。真相终于大白，阿秋那根本就是致命的螺旋式骨折，错位的断骨不仅扎破了大腿，甚至因为止血不当导致骨头畸形粘合，这就是心律异常的罪魁祸首。可以上新石膏了。先别急着打石膏，盯紧心率图。医生，阿秋他正骨非常成功，他会恢复的比之前更快。谢谢医生。我不吃，谁也别管我。石先生火气怎么这么大？你又来干什么？能不能让我安静几天？不能。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能治好我，我就得像个木偶一样听你摆布。原来这才是石蔚然雷霆震怒的根源。石先生，你如果真的破罐子破摔，我立刻就能撤销手术申请。我一个泥腿子根本不怕丢人，大不了遭几句闲话。可是你真的甘心一辈子像滩烂泥一样瘫在床上吗？后天就上手术台，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谁能想到，我上一次站在这里，还是在2010年受校长亲自邀请发表演讲。进。张先生，上午好。王明，竟然是你来了！这段给这段了，这段给这段单腿上走歪了。你这根本就是胡闹，简直就是在拿你的大好前程去赌命。你的理论虽然成立，但里面的纰漏简直能害死人。您说的这些，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我上一世早就完美实施过这种手术。可我现在顶着一个赤脚医师的身份，根本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张先生，恐怕正是因为你一辈子唯唯诺诺，当年才会永远错失朱兰小姐吧。你闭嘴！张老师，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求你帮忙。都在吵什么？柳部长，您怎么来了？王明，你一个村医怎么会在这里？既然聊崩了，那我就不在这儿碍眼了。给我站住！你们刚才到底在吵什么？学术探讨总有分歧，倒是柳部长，您那边的解除手续什么时候能办完？咱们以后还是互不打扰比较好。手续很快就会办完，你用不着在这阴阳怪气。我现在问的是，你们刚才到底在吵什么？我还赶着回去上班，回头再跟您解释吧，刘部长。这小子真是不懂规矩。最近风头紧，你必须小心行事。说吧，刚才到底在吵什么？他拿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手术方案，完全是在胡闹。他哪来的豹子，胆敢做这种事儿？那可是石家的大公子。石家在京城可是黑白通吃的商业巨鳄。石耀然就算是个废人，石老爷子也宁肯家业悬空，绝不让养子上位。一旦这泥腿子把石大公子治出了好歹，石家的怒火绝对会把我连根拔起。但我相信王明的医术，他的方案虽然大胆，但绝不是无的放矢。
就凭他一个区赤脚医生，当初设下重重考核，就为了让他滚回乡下。谁知这小子走狗屎运，救了张书记的儿子。这件事我亲自出马，绝不可能让他乱来。难道我随口提了一句朱兰，真的戳中了张远邦什么不可告人的隐情？王明，阿秋的心率完全恢复，人已经彻底清醒了。切，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全靠运气罢了。醒了就行。石膏都打好了吗？都处理好了。你身上真是藏着太多惊喜了。装腔作势的狗东西！明天就是给石蔚然做骨髓手术的日子，这是一场极高风险的生死局，必须等马宝虎的批复。您放心，我这边绝对迅速处理干净。马院长，我提交的手术申请，结果呢？王明啊，这事儿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院里有院里的规矩，风险评估、家属沟通，流程复杂的很嘛。所以，核心意思就是，这场手术你绝对不批，对吗？凭什么不批？你救了张书记的儿子，确实立了大功，但年轻人最近风头太盛，可不是好事。更何况给石大公子做骨髓手术风险极大，一旦出了岔子，整个医院都要跟着陪葬。马院长，您就直说吧，到底要怎样，我才能做这场手术？不行，柳部长可是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让他碰石家的人。王明，这事儿没商量。你想继续当主治医生可以，但这场骨髓手术绝不能碰。现在给我出去！你终究只是个靠关系混进来的赤脚医生罢了。一个早就被抛弃在医院无人问津的残废公子哥，怎么突然就惹来这么大的阻力？难道就因为这个破烂出身，我这辈子都要被他们踩在脚下疯狂碾压？绝不可能！既然医院这条路被封死，那就只能走极端了。随便挑出里面的一张药方去发表，都足以震动整个医学界，换取特权。你可知，到底是谁在背后断你的路？没兴趣。是柳建国。我做手术，跟那个老狐狸有半毛钱关系？哼，你现在可还是柳部长的上门女婿，万一你在石大公子身上出了医疗事故，柳建国怎么可能脱得了干系？马上就不是了，我这几天一直在催他们办离婚手续。催离婚手续？那可是京城权贵柳家的大小姐，无数人跪着都攀不上的高枝，这泥腿子居然嫌弃的催着离婚。王医生，你最好清楚，石家在京城可是黑白通天的恐怖存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我是医生，他是病人，仅此而已。好，王医生，我有办法让你主刀这场手术。不过你可想清楚，一旦失败，后果如何？我一命抵一命。王医生，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拿你这条命去换石大公子的命，你也配？是啊，我为什么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权贵这么上心？等我靠医书功成名就，有的是人求我治病。既然这样，那就算了。话已至此，慢走不送。只要王医生能治好大公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来。如果手术失败，王明医生还是想想怎么给自己收尸吧。这京城里的人简直不可理喻，不让治的是他们，非逼着立下军令状要治的也是他们。只要能拿下这场骨髓手术，哪怕柳建国那头老狐狸再怎么使绊子，我也必须死磕到底。燕云啊，到时候去学校挂个名就行，剩下的路你爹都会给你铺好。
在这个冰冷的柳家，根本没人真正在乎我。只要能踏中京大，我迟早要爬得比父亲还高，把这群虚伪的家人死死踩在脚下。那个乡下泥腿子竟然也跑去参加了高考，无非是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吸引我的注意力罢了。可是足足半个月了，那个曾经只要我离开视线半个时辰就会急得满头大汗的舔狗，竟然再也没有找过我。你和王明的离婚手续到底什么时候办？没见到，谁有空管他的破事儿？别任性！王明是父亲强行塞进医院的，现在到处都是盯梢的眼睛，趁着还没闹得人尽皆知，赶紧把这个泥腿子处理了，别连累了父亲的地位。又是王明，又是父亲的地位。王明，你这写的是骨髓炎研究报告，这什么破烂玩意儿？还给我！我倒要看看你这泥腿子能写出什么。我再说最后一遍，还给我！给你就给你，什么破玩意儿？呵呵呵。人尽皆知的东西，装什么宝贝？郑北，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张兰醒了，点名要见你一面。张兰是谁？就是你来这儿做的第一台手术的患者。哦，郑贝，你这混蛋简直不是东西！你们办公室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小看这个张兰，人家年纪轻轻就在单位跟着父亲做事，手段远超同龄人。这次他专门找你，十有八九是为了拿重金报答你，你可得好好表现。张先生，王明给您带到了。听说就是你用什么电凝止血救了我。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谈笔大生意，把你那个电凝止血技术申请专利，直接推向全国。到时候谁敢用，就必须给咱们乖乖交钱，这买卖划算吧？你就为了这种无聊的事找我？无聊？你在这破医院累死累活，一年撑死也就赚几百块，只要拿着这个专利，以后就算你躺在家里，都有数不清的钱白白送上门，你还不乐意？我的技术是用来救命的，不是用来搜刮民脂民膏的。张先生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你还真把自己当大义凛然的救世主了！哈哈！别做白日梦了，王明。就算你今天拒绝，这专利我也照样能自己去办。到时候看着我发大财，你可别怪我说废话。这项技术目前可没几个人懂，张先生到时候可别弄巧成拙，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今天怎么处处透着不顺？难道真遇上瓶颈期了？抱歉。王明同志，你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不必陈小姐多虑。小燕，小燕，陈笑，怎么是你？按理说，这人起码还得1个月才能回来。